朋友们啊，我是石头。这栋房子啊，真的太难找了，就在我的身后，这边连路都找不到了。这边的杂草长得比我还高。这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朋友，看了我的视频之后啊，找到我，然后呢给我打电话说，他们家的这栋房子闲置了多年，放着挺可惜的。他说看有没有人能在这边给他打理一下房子，出租也可以，还有呢把它转让了也可以。这栋房子呢，距离城里将近也就3公里左右吧，交通还是挺便利的。只是进入房子的道路呢，实在是杂草丛生，现在是无法进来。转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，看那边就是一个工业园，正在建房子。这边是进入房子的道路，全部都是这么深的杂草，比我还高呢。而且这边啊，毛坯路大概有5米宽左右，修一下还是可以进来的。房子就在镜头的前方，那我们现在走进去给大家看一下。房子的旁边啊，有一小块空地，都是他们家的，种了一些橘子树，还有桂花树。这位朋友说，他们家的这栋房子啊，闲置了有很多年了，一直没在这边住。底下是一个小河沟，刚才我看了一下，现在是没有水了。他只是大概给我说了一下位置，我找过来的时候四处问邻居。在这栋房子的旁边呢，是有一户人家，距离将近有200米远左右，就在那边方向，但是现在是看不到了。这栋房子是通水通电，大家不用担心的啊。电线杆呢就在这边。3开间的砖房，1层楼的，上面盖的是本地的青瓦，有一处厢房。整个院子啊还挺宽的，将近有70-80个平方左右。以前是做过硬化。这边呢有自来水管，但是管子已经是断掉了。刚才我所说的小河沟呢，应该就是这下方。估计下雨的时候还是有水，现在呢已经干了。院子的外面呢都是长满了这样的一些灌木啊，还有小乔木。哎，好多蚊子。这栋房子啊，因为距离城里很近，所以呢把这条路修一下，车子是可以开到院子里面的，而且进城里面买东西也很方便。这里啊杂草丛生，实在蚊子太多了。我拍了一会儿视频，到处脸上手上都是蚊子。这边啊虽然距离城里很近，但是这也是属于农村了。大家可以听一下丛林当中知了的声音，很好听，对不对？这门口因为长时间没人打理，这些灌木丛杂草都长到院子里面了。还好以前这边是做了硬化，要不然站在外面都看不到这栋房子。刚才我看了一下，这栋房子的屋顶啊，基本上瓦片都已经全部烂掉了。如果要在这边住人的话，需要重新换掉瓦片，内部呢还是需要重新装修的。我的朋友说，这栋房子如果转让的话，估计要10个 W 左右。想想好像也可以，因为距离城里大概也就2-3公里吧，很方便。现在农村里面找一套房子不容易，在城里面随便买一套商品房的话，最少都要50-60万。那如果花个10万块钱左右买这样的一栋老房子，然后呢再花个20-30万给它重新修一下，还是挺不错的，对不对啊？开车到城里面将近也就5分钟左右的路程吧。看，这是厢房，以前呢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灶台。这边有个房间的，但是没有门，
砌好了之后，整个墙面呢也没有粉刷。蚊子实在太多了。这个灶台呢有3颗灶，都是烧柴火的。前面呢是炒菜的，中间煮饭，背后呢是养猪，平时给猪煮一点猪食的。看这背后呢是他们家的旱厕，还有猪圈。以前农村里面都是养猪的，但是这边的屋顶呢全部都坏掉了，上面的瓦片呢也掉了下来。我们就不进去看了哦。这个位置可以看一下，因为有一处那个偏房，房子是背靠着山体，排水沟也做得挺好的，重新清理一下就可以了，不用担心啊这边的泥石流，因为都是山石嘛。这栋房子是砖结构，但是外墙呢是没有粉刷的。哦呦，很破旧的房子。房子的进深将近有7到8米左右，很简陋，中间是没有隔开的，上面呢也没有铺楼板，墙面呢做了一个简单的粉刷，楼层高度将近有3.5米到4米左右，上面呢盖的是青瓦。2层呢基本上是用不了，楼层高度不够，做房间肯定是不行。这边过去啊就是堂屋了，这个堂屋呢也差不多的一个进深，相当于这栋房子呢只有3间。地面呢还是做了一个硬化，但是这边的堂屋啊上面是做了一个吊顶，长时间没打理，上面雨水浸泡，这些楼板全部都坏掉了。这边呢也是一间，这栋房子啊只有2个卧室1个客厅，实际上这么大的房间从中间做隔断还是可以做出2个房间的，这样子房间太大了，有点浪费了，差不多有40到50个平方左右一个房间。墙壁上呢贴了有些画，非常简陋的房子。这边的窗户啊留的也不是特别大，如果重新装修改造的话，这样的窗户呢是可以加宽的。学海无涯。这边的门也是以前老式的木门，纯实木的。房子内部的情况呢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还是走出去给大家看一下吧。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这个窗户好像是被人拆了一样的。可能这边是有钢筋，别人把它拆了，然后把窗户的给当废铁给它卖掉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朋友说啊，这栋房子确实太长时间没居住了。其实房子的开间呢，将近有4米左右，堂屋呢差不多有4.5米。从外墙看感觉还可以，但是内部呢确实很简陋。这边是有一个淋浴的地方。这应该是后期加建的，但是这边的排水啊各方面好像都没有做好，很简陋。这旁边这块地啊是他们家的，将近有大概1分多地左右吧。整理出来的话，可以做菜地，也可以做停车场。再去看一下那边厢房的侧面。这边有棵树，
还挺大的，应该冬天都不会落叶。哦，这边就是一座石头坎了，他们家砌的宝坎，距离底下的小河道将近高2米左右，基本上这边是用不了什么了。这个院坝如果要扩建的话，还是可以的。这边如果修一座桥，直接通往对面，对面就是很宽的马路了。我的车呢就停在那边，还是挺不错的一个院子。我觉得像这样的一栋房子，如果花个10个 W 买下来的话，相当于就买了一个地基吧。其他基本上都需要重建。这栋房子呢，看主体还不错，重新给它加固维修还是可以的。朋友们，如果花10万把这栋房子给买下来，然后整体全部重新装修，再修这条马路进来，你们觉得究竟怎么样呢？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闲着没什么事，又跑到山里面来了。有些热心的观众啊，在我的视频里面留言，他们说啊，现在大城市里面的生活、工作、车贷、房贷压力太大了，不想在大城市里面生活了，想通过我在农村里面找一套闲置房或者一个闲置的庄园、农庄之类的，进行改造，然后呢养老。自己在农村里面做点事情，那确实啊，可能如大家所说吧，大城市里面的生活确实很卷，压力很大，但是农村里面实际上压力也不小的。之前我拍过很多期视频，有些废弃的庄园、农庄，还有一些做农业各方面的都很多，养殖的很多场地啊都闲置出来，都废弃了。在农村里面，如果啊一不小心去投资做这些的话，真的也可能亏的是血本无归。大家还记得吧？曾经有一个在山顶上的民宿啊，亏了100-200万，都是很常见的。那今天我所来到的这个地方呢，也是我朋友的一处农庄。以前刚开业的时候，生意挺好的，但是呢，后面碰上了疫情，还有各方面的原因，整个农庄呢，现在也是处于一个废弃的状态，真的是物是人非了。那现在就转个镜头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样的一处地方，究竟还值不值得再去投资，继续给它经营起来。我的车呢是从马路那边开过来的，这边距离主路将近有200米左右。因为这边是没有硬化，铺的是沙石，所以路面呢是长满了杂草。这处农庄呢是比较简易的，以前建的有一排房子，有厨房，还有一些房间，基本上是供本地人在这边消费、娱乐、吃喝的一个地方。这外面呢有很多钢棚架，做成一些小包间。以前这里面呢吃饭的人还比较多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每个包间呢将近有30多个平方左右，可以放下2到3桌客人。这处农庄的下面啊是有一处鱼塘的，就在那边。待会儿呢我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。这边可以停车大概
能停个20多辆车吧，还挺宽的。地理位置呢也比较平，靠近乡镇有3公里，距离县城啊将近有20公里左右。整个农庄呢，主要就是这排房子，还有呢，就是农庄的旁边呢有几十亩的防桃园，平时呢供一些本地的朋友过来采摘，然后呢还可以在这边煮饭吃，带上孩子啊，各方面的，有些小型的娱乐活动，还可以到农庄外面呢拿出鱼塘钓鱼。房子已经闲置了差不多有5、6年左右了吧，上面盖的呢也是彩钢瓦，房子是非常简易的。现在是可以透过窗户啊看一下，这边是以前的厨房，里面有些灶台，外面是放了一些桌椅板凳。透过窗户我们看一下，这处灶台啊，里面也是乱七八糟的了。这里面还有2个卫生间的。看，这边现在堆放的是一些烟叶了，估计农庄不做了之后，可能是本地的一些老乡呢，把它给利用起来了。这排房子啊，将近有7间左右。其实这边的门是没有关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以前这边就是工人吃饭的地方，你看还有一些摇椅呢。房子很简陋，但是刚开业的时候生意倒是挺不错的。因为城市里面的人啊，大部分他就是说，在农村啊，有这么一处地方，闲暇之余呢，带着小孩一起过来，做一些亲子活动啊，钓钓鱼啊，做些娱乐的，对不对？你看以前的餐桌呢都不见了，但是上面的那块餐桌的玻璃还在那里。其实每个房间啊都将近宽有4到50个平方左右，这应该是那种移动的板房吧。这处地方确实有点可惜了。看，这里还有办公桌。以前这边我记得好像是一个户外的厨房，这边通水通电，挺方便的。现在房子的周边啊都种了一些烟叶，整个院子倒是挺宽的，将近有100多平了。如果整个农庄的占地面积啊，大概有30多亩吧，加上桃园，有一处鱼塘。基本上这边的土地呢，都是和村里面的老乡流转下来的，流转的时间是40年。门口呢种了一些桂花树，视野也是挺开阔的。其实那底下呢还有一处大一点的鱼塘。好多人说自己的运气不好，确实如此。就像我朋友的这处农庄呢，刚开业的时候确实挺不错的，但是后面碰上了疫情之后啊，一下子就没什么生意了。后面慢慢的，好多设备呢就搬走了，也不想再经营再做下去了。确实这几年啊，消费能力是越来越低，好多人有钱的不愿意拿出来花了。
想花钱的呢又没有钱，很现实的一个情况。之前不是有很多朋友问我吗，在湘西这边有没有一些闲置的农庄或者一些养殖场，想给他租下来养点牛羊，然后种点果树，自己呢一年辛苦点也能养得活自己。像这样的一处地方呢，确实可能和大部分的一些网友想法差不多，应该是比较适合的一处地方。如果现在把它盘下来的话，旁边的土地还有那么多年的经营权，把它继续给利用起来，我觉得倒是很不错的一个方案吧。当然，如果想继续再去做农庄的话，一定要想好怎么去经营，对不对啊？要不然，看着这排房子，把它投资下来，实际上整个费用也不少的。还好这边是通了公路直接把两边的杂草砍干净，然后呢，路面做一个清理或者做一个硬化，车子开进来都是非常方便的。距离高速公路的路口也很近，将近也就4公里左右吧。这里距离花园县的机场将近也就6公里，很便利的。距离吉首市呢，差不多有60多公里。吉首市那边呢就有高铁，这个位置都可以停车的。实际上整个农庄还是很宽的，这里有条路可以走到鱼塘边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得通啊。之前我还来过这边钓鱼呢，那底下呢也是有处鱼塘。其实在农村里面创业，如果是方案做的比较好，一年也可以赚上不少的。但实际呢，碰到的问题也是挺多的。就像今天我们所到的这处农庄首先你要考虑，它的客源，还有要考虑它的成本，对不对啊？我的朋友说如果想把这边租下来的话，一年呢也就大概7、8千这样的一个价格吧。然后呢，像和老百姓流转的土地呢，自己去付租金就可以了。这边我是发现杂草太深了，而且很多露水，我就不准备走到鱼塘边上给大家看了。那底下呢就是一处鱼塘，待会儿呢我们航拍给大家看一下就行了。在门口的位置是有一条小水沟的，就在这个位置，现在还是流着水，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看到吧？其实山里面的水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。对于这样的一处废弃农庄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那这期的视频我就为大家拍到这里吧。我是石头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曾经的我还想和不知不觉，我想是否记得我泪水模糊了我。多年以后，我依然来到这儿，想起年少无忧无虑的我们。
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天没亮，我们就从家里面过来了，开了2台车子啊，10多个师傅。那昨天呢比较忙啊，我一直都在准备一些打线胶的材料，师傅们呢也在绑扎钢筋。昨天1天的时间就把上面的板筋还有圈梁的钢筋全部绑扎好了，并且在下午的时候呢，我们也给水电做了一些预埋的工作。所有的工作准备好了之后啊，所以今天早早我们就过来打这块厨房顶上的线胶板。和之前我们打地面的板子不一样啊，今天所有的粪泥土啊都是靠着人工一挑一挑的抬上去，很麻烦的，所以今天人要比较多，而且今天又是非常辛苦的一天。早早呢，我要给师傅们煮上面条，然后马上要煮中餐，师傅他们就在后面做工，那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。早早的砍了几根竹子，我们做几根扁担，然后所有的粪泥土呢要靠着人工这样子挑上去，用肩膀挑。现在这边和的是水泥砂浆，这个位置啊全部堆满了，走路都不好走，估计今天这边的沙子呢也会用掉1大半啊。在我们农村里面建房子啊，打线胶都是非常辛苦的，而且要比较早，赶着天气好嘛，因为是个体力活，人呢不可能一整天这样子去做，所以我们都是赶早。还是有一口像好多的大。你说的。我们搭建的这座简易木梯是很好用的。之前啊，我们就买过来很多领子，并且都开好了公母榫。这个时候呢，又用起来搭建木梯，在底下做支撑，上面钉上板子。这边打好线胶板之后，又把它拆了，然后呢，盖瓦的时候才用得上。从底下用领子这样子支撑起来，基本上就是就地取材啊。所有的粪泥土今天是全部靠着人工，这样子一挑一挑的从那边转运过来。待会儿呢，我们走上去给大家看一下。这座木梯还是比较平的，基本上一挑粪泥土将近有70、80斤左右吧。这是昨天绑扎好的钢筋，中间呢是一根圈梁，圈梁之上我们还用罩筋给它加固了，包括抽烟的位置全部都是有罩筋的。这前面呢也是有落水管，也就是排水沟。整个这个屋顶呢将近有70多个平方。这个位置啊，我们是给它留出来一个1.2米到3米左右的一个空间，这个位置就是做楼梯口的。以后呢，就从这个位置做楼梯上来。这个屋顶啊，基本上现在就显得很矮了，对不对？
后期呢，这栋木房子呢，我们要提高的，大概会提高个20-30公分左右吧。整个前面呢，我们要整体加高，背后的话是不动。这些都是做好的灯线盒，预买好的线管。其实整个这个厨房的顶上风景是最好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直观的可以看到江面，给人的感觉啊特别舒服。以后在这上面做个凉亭，闲暇之余啊，在这边喝喝茶，和朋友聊聊天，非常不错。打线脚板有圈梁的位置一定要先打，这样子呢，整个板子会更结实、牢固一些。给我一个安静的角落，避开所有眼光的探索，寂寞是我唯一的借口。经过多年刻意的漂泊，面对无数陌生的面孔，讲个归宿找不到理由。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所有的过与错无法解脱？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得失的过程如此冷漠？并不是我故意冷漠，也不是要让自己孤独，只是心里话该向谁诉说。我只想要简单的拥有一片小小真实的天空，不要再有飘零的失落。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所有的爱与恨不能淡薄？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风干的伤口？朋友们啊，这个天气打线胶混凝土实在太累了，师傅们一个个满头大汗的。这会儿呢，太阳是越来越大，还好昨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冰冻了很多水，今天呢，师傅们做一会儿功夫又喝一点水，要不然这个天气啊实在受不了啊。朋友们看得到吗？在砖孔里面我们预埋了线管，这是灯线的，昨天是在天黑之前做好的。厨房里面的水管呢，以后再接，我们暂时先把线给布置好了。大家也可以在视频里面说一说，今天打好的这块线胶板过了多久能够拆模呢？这底下全部都是用钢管还有领子还有模板作为支撑的。这边我们预留的排插线啊、灯线啊还是留的比较多的，主要是方便以后使用。上面再打混凝土，这底下呢已经开始积水了。那我们待会儿呢走上去给大家看一下。
大家可能会说，我们之前不是有个小型的搅拌机吗？用那个可能会快一点。实际上啊，那个小型的搅拌机比人工搅拌要慢得多。我们还是用人工，这样子要快一些。有4、5个师傅这样子挑水泥砂浆，那边呢还有好几个师傅在拌浆，上面呢有一个师傅在倒水泥砂浆，然后呢擀平。现在已经是10点多钟，快11点了。我们看得了多少？还没有一半啊！所以说打这块线脚板难度还是非常大，工作量非常多。人工挑过来，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倒满。这上面的线脚板我们打的是12公分的厚度。这些日子就这样经过，今天不再是昨天的我，也许明天要面对的更多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触摸伤痕漫步的双手，忍着痛挣脱内心的枷锁。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所有的过与错无法解脱？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得失的过程如此冷漠？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所有的爱与恨不能淡漠？那边5吨水泥快打完了，每个师傅都是满头大汗，一身脏兮兮。从早上过来一直没有停过，现在都快2点钟了。这个天气啊，打分离土实在太累了。本来想选择一个阴天或者下点毛毛雨的天气再来打，但实在不行啊。模板装好了之后啊，必须要马上打，因为这些模板它都是木质结构的，长时间晒着太阳，它容易变形，所以我们装好模板，马上就打分离土。现在我已经走上来了，没剩多少了，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，应该可以打得完。这水泥啊也干得很快，那边是上午打的，这会儿呢看起来已经像干了一样的了。这几天啊，我们都要每天浇好几遍的水，进行保养。那朋友们啊，师傅们的工作快完了，我也要下去炒菜了。这期的视频呢，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